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好，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告白了？谁将要告白了？哈，来，我们今天用北欧北欧的卢恩石的北欧女神的神谕卡，神谕卡。那今天特别来每一张神谕卡在它书里，我做一个简介然后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们如果要看久一点的话，再按一下暂停哦，我看一下第一张是 Soil 这个应该是太阳的女神就太阳女神的一个照护看一下书上英文这里怎么写来，英文这里书里英文这里怎么写 ？Sol, goddess named after the sun for her radiant beauty and shining nature. Sol, goddess cast into the sky out of jealousy. 来，我们看第二张是它这个应该是鹿角女神做一些保护啦，是在一些很严寒的冬季的时候会给你一些保护。看一下它这里英文的部分怎么说Lady Elk, one with the female reindeer who retain for protection during the harsh winter months. Head adorned with elk sedg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eltic goddess Ellen of the Ways. 好，那第三张是耶拉应该是丰收女神做一个丰收上的祝福。那我看一下它这里的说明是看 Sif, the golden-haired goddess symbolizing the golden sheaves of wheat, the bountiful mother bringing abundance to her family, forever continuing the cycle of growth with her golden hair. 那这就是今天的三张牌因为比较特别因为它这个神谕卡比较特别所以我就大致帮你们念了一下。那如果你有喜欢的话，你就选它吧。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下面的故事线怎么发展用不同的女神做祝福。好，就这样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那来，这是今天的神谕卡那前面一开始选牌的时候，我有帮你念了一下书里的说明有文字翻译来解释一下这张牌是谁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刚没看到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来，那我们先从5张牌开始5张牌一样5张牌来看一个基底的能量的分布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支。好，来我们看一下轮盘上面来讲一下这一次今天这个主题，你们两个今天是谁要告白了谁要告白了？先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能量的基本方向了看一下，我看这里，看一下，它是一个小巨蟹的位置的话，好，这应该是圣杯皇后的方向这个方向应该就是圣杯皇后的方向呢是这里然后巨蟹7月巨蟹座从这边好。那从这边大致上可以看到的是，以他那边先从你们两个的认识开始这里应该是说你们会在某一个聚会或是约会上面会遇到，然后遇到的时候呢，他应该就有蛮主动的一个情况了我觉得他就会有一个蛮主动的。不过这个聚会我不太确定是工作还是什么，反正你应该算是朋友圈了因为圣杯3、2的一些能量都出现，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有特别很特别，对方或是你不知道这个点我就不太知道了。你们两个有一个人应该是出去玩是去散心的那如果你是处于近期或什么是处于这个状况，你是要去散心的人你就尽量去，它会出现。那相反的，他可能也是处于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其实，如果你有这个状况或他有这个状况都没关系，因为这个状况后面是有太阳牌能量在运作的，在帮忙的，所以
它就是快要苏醒了，好的东西都快要来了，因为它这里所影响的这个太阳能量之前的那个低潮状况是宝剑十的能量，宝剑十的能量它对面有一个彼岸嘛，我们很常讲它是要过了那一个海就到了那个彼岸，或是你可以把它诠释成说它是一个日落或是一个日出，反正就是坏事都要结束了哈，坏事都要结束了，好的那一个地方就快要来了，基本上应该算日出了哈，反正它否极泰来了。那要出去的话就出去了哈。那跟着朋友出去会有一些好事发生的话，后面就有一些好事发生，金星能量、水星能量都会开始做一些影响，会有一些发威啦，都是爱情的那个方向的哈。然后从这个角度、这个范围里，它也有一些战车牌的能量做指引哈。然后如果你对爱情心里有一点渴望的话，看来这个爱情是蛮接近的，还蛮符合今天的题目的哈。那在这边一点的话，确实也有恋人牌的能量一点点，那还是会有一些角度上的影响跟照射啦。所以总的来说，无论你们双方谁是处于比较低谷或什么，要往上升，要开始养生变好的状况都好，那就表示这个节奏、这个时间点是你们两个快要相遇的时间了哈。在这个范围里，哈，那又是圣杯皇后的能量，看来是感情是非常丰富的了。所以选到1号牌的朋友，我只能说，好事将近了，爱情这件好事将近哈，好事将近了哈。那今天我们这个卢恩石的神谕卡，北欧的女神神谕卡，这边又是选到了太阳，关于太阳阳光女神的照射的一种祝福能量，好，所以选择1号牌的朋友，刚好在很多好的能量相乘之下，两两相乘的组合下面，你只要尽可能的、尽量的跟你的朋友出去，然后带着好心情出去的话，那他基本上他就在附近了，他已经蛮接近哈。1号牌的能量还蛮好的啦，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哈，你看这里又是，你看这里又重新诠释了一下刚刚我所谓的苏醒状态哈，死神牌哈，它要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了啦。以这个位置来定义你们两个的这一个泡泡的话，我们就把它定义在两块，它就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低潮，或是正要进入一个低潮，或是你知道后面有些难题都没有关系，它会否极泰来，好事情就要这样发生，尤其在感情上哈。感情上，你看它这边又是圣杯10的能量，又是圣杯10的能量哈，等等哈。好，那它这边是圣杯10的能量哈，所以它在这一个来诠释你们两个关系的一个能量的结构上面，用圈对式来说，就是怎么说，总算有一个比较适合的爱情，一个比较好的恋情，就将要进入了，就将要进来了，哦，就将要抵达了，蛮符合今天的题目的啦，谁将要告白的哈？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奇到说，他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哦，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我们大概地点这个部分有抓到一点，就是可能跟朋友出去有一些就是大家聚会的场合啦。但是我必须说，这里给的那一个聚会的场合，不太像是一个私人的聚会，去谁家，或者也不太像是去吃饭，或者它比较像是去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好，会有非常多的人，然后你的朋友圈会跟他的朋友圈可能会遇到，然后你们可能才会有初步的认识哦。这个人的能量跟能量算是比较全新的，算是比较初步认识的哈。那这边魔术师牌是逆位，它可能有一点难处的地方，我可能就要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就是如果你遇到他，你遇到喜欢，记得要多主动一点。这一题哈，有一点点比较难的是4种能量的同时到位，来促成显化这一份恋情，可能没那么顺。好，所以你必须要多一点主动性。通常正位的时候，
我是觉得你不用做太多事情，它会自动水到渠成。但是逆位的时候，它比较像是有一点点，东西在手上，但手太小不好拿了，所以你必须要主动一点控制一下手上拿的东西。可能就手上拿了4个能量，可是都蛮大颗的就都蛮大颗的，你要好好的拿的概念，所以你必须要主动一点。遇到感觉不错的人，你要主动的去多聊天，多去理解，多了解对方那等一下，我再帮你看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的那一个瞬间的能量啦，瞬间的能量。除了这个位置比较辛苦、比较麻烦一点，我觉得其他部分都应该还蛮顺的那我直接帮你看好了等一下再，先不要错过。帮你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的魔术师能量是逆位的啦来，直接就3张好。看一下，宝剑，其实这2张确实是显示我刚刚讲的东西四方的能量在今天这一题，它比较不集中，它比较不稳那它会一直有一种，你就想说一个火焰了它本来应该烧起来，可是它又推到最小，烧起来又推到最小，烧起来又推到最小，每一种能量都有这个概念所以它大大小小的能量的平均时间都不对等不平衡，所以常常会造成你们。应该说会造成你附近和他附近的能量没有连接的这么好，所以需要你去依赖一下你的感觉跟直觉，和观察到你喜欢的人或是有好感的人，希望你主动一点靠近，主动一点创造一些互动，让能量能够近距离的连接起来，那不过还有好事啦土能量是骑士能量，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情，可以主动做，都会有蛮好的收获啦。有做有得，不会让你失望。至少土能量在这方面是完全支持你，算是好的。他这边给的概念就是说，这一份主动不只会让你跟他的连接性跟结构连接的比较好之外，还会在你这段时间的主动方面的话，会造成某一个程度上的人缘变好，关系变好，拓展一些朋友圈，没有什么坏处只是这一题，今天这里这一题会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因为水能量内在跟火能量的这个直觉力能量不够强啦，所以白话一点讲，你要观察到它在你眼前出现的那一个瞬间的冲击感觉就不会那么强了。我们有时候其他的牌会跟你说，它一出现你会立刻知道。今天这一题，我觉得你只能多做主动，跟附近的人、跟你所遇到的人有一些互动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些能量的反弹。所谓的能量的反弹，就是这一个会跟你告白的人，你会遇到的这一个人他会在你首次跟他互动之后，他的能量会反弹之后，他会花很多心力去找到你、接近你、再靠近你之后，他就逐步往要跟你告白的路上走去了。这是一个反动的状态了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抓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是很好的能量，都是受到祝福的能量，水能量也都非常的丰沛，但是它不外显。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抓到的可能抓到你们这一条故事线的很前面。你看，他都已经到刚认识的状态，所以他底下的那个水能量受祝福的人都还没有起来了所以要等他的那个能量做了那一个你主动创造的连接之后的反弹。这个我不能说有点辛苦啦，但是就缺了这一角。
哦，缺了这一角，这一题今天这一题可能就没办法让你全然的被动让它自己靠过来哈，因为不知道今天这一题就是有这个缺角。我觉得我能看到的解方就是你需要主动一点，跟近期开始你附近比较你觉得有好感的人都要多散发一些新的善意哈。那他跟你接触之后，他内在的那个感受什么？就像有水能量做底下。有点像凿井啦，凿井，你就是那一个去凿井的人，但你不主动凿井，不会把下面的地下水凿出来、喷发出来，哦，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哈。那我还继续看一下，它基本上我不觉得它离你很远啦。那我来看一下，它出现在你眼前，而你感觉到是它。或是该问这个题目，应该是问说，他发现他喜欢你，然后他开始想要对你有追求，或是对你有要跟你交往、告白的这个意念的开始起点，应该离现在多远？哦，还要多久？哦，还要多久？帮你看一下。我觉得题目问错，应该是问说你会遇到他的时间大概会在什么范围？好了，好，不行，这样太多张是2张。是，第一个讯息是来自于下一个冬天哦，第一个讯息是来自于下一个冬天。那两个讯息都来自于冬天，都来自于下一个冬天，只是一个讯息是冬天的开始，一个讯息是冬天的尾巴。哦，冬天的尾巴，所以应该就是整个冬天都有这个机会哈，你可以期待一下哈。那我翻的时候，我有一点点不确定，我问的是你们两个遇见，还是他开始对你有感觉了？因为我在洗牌的时候，两个问题都已经一起进入了，所以我不太确定他说的冬天是你们会遇见还是什么。但没关系，你从现在就开始做，开始对周遭你对有感觉的人都表达比较多的善意，比较多的好奇心。那他的这个方面的能量就会被触动，就会被叫醒了哈。这个就不会否定掉了哈。这个你可以试看看做一下。好，来我再看一下这2张。这边做了一个提示牌，说，请你心底你内心底要保持比较不要失落感那么重，不要得失心那么重，要再更平静一点。他这边做个平静，说你内心现在还算是在非常深处的地方，还有一些波涛啦，还有一些兴奋啦，对于爱情的渴望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还算是比较不稳定。这边比较像是一个提醒一下说，如果你能够再稳定下来，再平静下来的话，您的内往外散发出的魅力跟水能量的连接。水能量连接才会怎么讲？总之就是你的魅力跟外人看到你给人的吸引力才会慢慢的增加。现在有点浮躁，有点跳动它这个缺点是什么？它会让你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自我，所以要再静一点，再安静下来一点不是说你外显的个性，而是你要自己感受到你内心不要有一种躁动、骚动会轰轰轰的感觉。你要在这近期要好好的让它再静下来一点，再静下来一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提这个啦，但是我觉得一定对于你跟他连接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啦。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也是有一种反弹的内在能量吸引力要散发出来。好，那至于这一个部分的话，他这边也是一个提示牌，他希望
当你非常接近这份爱情的时候，或是你感受到有爱情靠近的时候，记得不要被你心底一些过往爱情的经验、经历、痛苦给吓退。他这里会这样讲，表示会有一点类似啦。新的爱情故事会跟旧的爱情故事会有点类似，但是它毕竟是不同的故事线，所以他希望你不要被吓退。这边有这2章，我觉得无论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跟在遥远的星空上所做的提示都差不多。就是他会做这个提示，我觉得应该是你接下来可能会被某些东西弄得更浮躁、更浮动，所以他希望你现在先习惯于平静于心，要来接下来面对一些更浮躁的事情，这个提醒。那这边考上似乎给了一个解答，是接下来要非常接近的新的爱情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联想到过往的爱情的一些故事线跟经历啦。希望你不要再次感受到类似的事情而被吓退，或者是没办法开放的，用开阔的心情去看待一份新的爱情。他这边也做这2张牌对于这一个要告白的人的出现做了一个比较未来式的一些小建议、小 tips 哈。那我觉得还可以哈，这里好。其实这题不知道为什么这题节奏很快哈，已经讲到这边讲蛮多的。那好，来我来帮你做一些你们2个遇见连结的时候性格上的搭配或什么的牌，我帮你看一下哈，让你有一点憧憬哈。来4张牌。见60。好，你们应该算是你们2个遇见之后2个遇见之后，心里长久以来的苦闷似乎会被解开然后会有一种新的生命力被燃起了，你们会更向往世界的探索，然后更有行动力就像我常讲的，这个人的出现蛮像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同游玩这个世界的伙伴，所以你们会去挑战，会去创新，会去试着勇敢的改变自己，迎接你认为的新的未来的时间、未来的世界。主要这个动力是来自于你们2个的搭配。你们互相能点燃彼此内心全新的生命力。好，那这份信任感跟安全感，让你们2个能够持续在一起，让你们2个能够算是一种非常好的搭配了所以这里蛮符合前面这里先告诉你说，你这里就已经说你们2个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一个新的改变，从原本的比较低潮，其实他现在有点讲说你跟他都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只是还有一个更低。然后当遇见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大的翻转，从这里会进入一个翻转。然后这里也重新讲了一个，这个翻转的动能，就是因为你们内在的火能量也在往上的提升它不算是提升，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拿到一个全新的，内在有一个全新的诠释语言，反正就是一个新的火把，新的火把来，好。这边有说你们2个相处之后会慢慢解开一下，其实你们本质在最内心深处有可能觉得跟世界有一点点格格不入，或是对世界有一些误解偏见，或是觉得世界好像不理解你，你理解的世界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这个概念会在你们2个相遇之后慢慢被破解，因为你们会彼此在彼此的身上发现说，原来你有归属你有归属，你的想法有被认同，有被理解你们彼此会做到这个想，所以他愚人牌再次重申了这张牌所带来的一个新的能量、新的方向，会有这个对为了世界有一种新的渴望、新的挑战，想要有新的旅程这里也搭配起来，然后回头呼应到了这里有一个新的转变其实这都是顺着下来的一件事了，只是时间上来说，这个可能是现在，然后很未来这个很未来。好，
那大致上就这样哈，所以这一组应该没问题了，就差在你们要能够预见了哈，要预见。那这个前置作业也刚讲了，近期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要比较多的稳定的心哈，用比较开放的心态去对于你现在身边的人，你觉得他还不错，你想要表达善意的，就尽量去表达善意哈。它会造成你一些朋友圈或者什么的连接起来的时候更稳固，也能够散发你个人的魅力，也会更强烈。那这样子做下去，会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你跟他接受到你的善意跟喜爱的时候，他的反弹的力道就很强，反弹的速度也就很快。所以在这一个我们刚刚有点可能预测到是在下一个冬天里面会发生的这一个恋情的到来的这一件事情哈，那可能就会比我们预测的来说更顺遂、更连接更快哈，更自然，它会浮现的更明确。也许你在活动的时候看到它，你就会知道是它了。好，希望给你一些方针哈，你能够得到那个讯息哈。好，就这样哦。那这选择1号牌的朋友，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的神谕卡号，如果你有兴趣听一下的话，你可以去前面选号码的时候有帮你大概解释一下哈，然后有帮你读了一下那个说明书上面英文的内容，还有做一点翻译哈。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解释。那它基本上就是鹿角的女神哈，在严寒的冬天，在北欧的时候会帮你做一些保护有点像 Guardian 无形的保护你的一种能量哈。好，来看，一样哈，我们先从5张牌哈来看哈。好，来5张来做看基本的5个能量哈。那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今天的题目是哈，他要告白了哈，但是距离还不确定哈。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现在的能量的状况哈。好，这里去的话，那它是比较多的金币能量了哈。这个角度的话，比较多的金币能量的话，这边有显示它应该，我先说它应该会在一个工作场合会出现，我们每次看不外乎就是朋友圈会出现，工作场合会出现，不然就是在你的工作环境它已经在那里了，然后是朋友圈它已经在那里，差不多就是这个能量。当然有的时候会非常稀有的，会在一些非常特别的角落，从一个陌生人手上去邂逅这个人。当然这个几率会比较小，但是也有。但今天的能量应该是算是，它会出现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那它也会用一种比较工作的姿态哈。然后所谓的工作的姿态来说，是因为，它现在塑造跟你的距离的能量大多是土能量啦。土能量在这边，但它会因为工作上的引荐，或是你这个工作范围里跟他的工作范围里有一些合作的连结，然后它会出现，因为这里有一个施舍贵人的能量，有另外第三者的能量出现来做搭桥，所以这个桥还没出现前，你们算是比较有距离的啦。但是因为是金币能量，所以它除了是比较平凡的生活里面会遇见之外，我觉得它更倾向于在工作上面，你们会遇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出现的话，你们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会一直都没有办法遇见的一个距离啦，因为是非常遥远。不过很好的是以它的弱点在过去这边有权杖4的能量，做一些照射，然后底下也有金星的能量所以表示说，它虽然是用工作的能量出现在你附近，可是当你们遇到的时候，能量接近的时候，金星能量的爱情能量就开始会发威，会发亮。那你们两个就会有比较多的情愫跟爱情的能量会做连接。在这个范围里，水的能量比较少，但是还好有金星能量在这里做一个映射发威那就不用担心，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会成为一种非常陌生人的方式就错过。其实从这里看起来是不会，还好是权杖4跟金星能量在底下做一个支撑、做支持好，现在听起来就算蛮放心的啦，至少它出现的状况跟能量连接还蛮稳定的，不会有一些阻碍呀
或是你需要多做一些什么哈。这局你如果用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的话，它还是会很明确的出现在你眼前啦。好，来我们看一下这里。好，先从这个。好啊，审判哈，只能说审判逆位的话，在这个位置我抓的是一种时间感跟距离感的啦。那它可能不算是就在附近，也不算是近期就会立刻出现。它那边的故事线还在做一个准备，还在做一个发展下去。所谓的那边的故事线跟还在做准备的发展，还在准备发展下去的意思是说，也许他们那边还没有认识你这里的人，搭桥的人还没有出现，也许那边还没有人做任何的合作的提案，所以还不需要跟你这边有做合作。哦，也许那边所派下来的任务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们并还没有出发去想到要跟其他人合作。那因为这个距离是用审判牌的距离，哦，审判牌的距离就有点像是地面往天堂的这一段很长远的距离，所以这个发展还需要一点时间，加上它又是逆位的话，速度偏慢哈。那这个位置的话，我先把其他看完，我再帮你看一下，大概还有多久了哈？是。从这个宝剑十也有说，它需要一些转换，但是这里有说，其实算收尾了。好，应该就是说我刚说的故事线发展，它需要有那一个搭桥的人出现，在搭桥的人出现在那一个搭桥的事件出现之前的那一个大事件已经在收尾了，已经到收尾了啊。不过是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艰困艰难的状态里，对方不在你这边，我感觉到的都是一个比较远方的能量，所以就是他那里。那边收尾的时候，就会进入下一个要搭桥的这一个搭桥的这一个路径了哈。那个权杖式的能量那一条路就会跑出来，哦，所以你再等一下，那边快要进入你这一个阶段了，快要进入往你这边过来的那个阶段了哈。那你们两个中间的结构上确实是保有了非常高度的理智做连接。这个怎么说？就是说你们的认识、你们的接触，他的第一次出现，你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的结构都不是属于爱情的，都是属于在谈正事的、谈工作的，需要很理智的做对谈的。所以他很有机会，你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可能在开会。或是他来开会，都是非常保持高度理智的，要谈一些正事的一个状况。但你们两个的情愫，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刚前面就说了嘛，权杖式跟金星能量在底下，好，大概有2层3层的能量在偷偷在底下发威。那你们的感情情愫跟连结，会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才开始发展，还是在当下就偷偷发展？等一下我再帮你看哈。好，来，我先帮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时程还要很长，还很久，大概要多久了哈？2张，抓2个时间点来抓看看。火星能量发威是，我看一下这个距离。因为我们这个影片发的时间应该是8月初，8月初的话非常接近战车牌所给的时间区间哦。好，所以就像很搭配我们刚前面说的，已经到尾声了。我觉得它。我直接给讯息告诉你说，战车牌说的是可能就这个1个月内。那如果你今天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不是在，简单来说，他说的是7、8月天气最炎热的暑假的正中会出现。哦，它有点狮子跟巨蟹座交接的时刻的重叠性的那一个区间里面会出现。那如果你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时间内左右，那它就是说的下一个的这个时间内。哦，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如果你看这个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7、8月狮子跟巨蟹交叠的这个时间的话，那它就会告诉你，
就是下一个啦。哦，会再讲一次废话。因为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已经错过了第一次见面最好的时间，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你们的起点就是应该就是下一个了哈。但是我觉得不会这么远，不会这么远哈。所以这是第一个讯息哈，它不一定是全部，只能说最近的一个讯息到这里哈。那这一份火星能量的话哈，我看一下这边去到这里应该是那一个区间去的话，总之啦，如果错过了这个暑假的讯息的话，可能就是春天初。可能会有可能是春天初，所以这两个时间点都有可能，这两个相隔半年哦，这两个时间点相隔半年了。那我自己个人的直觉 ，sorry， 我不觉得应该是巨蟹跟狮子交界处，我不觉得是这个能量，因为我觉得巨蟹的能量在我翻开来的时候被火星能量压过去了，我觉得火星能量更加的爆发，影响了我的判断。所以以时间点来说，我觉得好啦，它有可能是从现在开始到春天初前面的这个半年内，也有可能是这个区间，它可能是这两张在画在一个区间，而不是两个时间点。但是如果以时间点来说的话，就是这两个时间点哈，你自己感受一下哈，它就是半年7个月这个范围里啦，给你一个方向感，你期待一下哈。那如果我们在对照刚前面说的，这里在收尾，然后这里需要再一个进程的话，那它会比较符合火星能量所说的。我看一下这时间，去帮你确定一下，春天初吗？它比较多的能量应该是会走到牡羊狮子这一段，牡羊金牛那一段啦，牡羊金牛交界的那一段了哈。就那个范围里哈，那给你一个方向感，你期待一下哈。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发现大家还比较喜欢听时间点那个部分哈。我之前比较常讲到，后来比较少讲，那我近期就尽量帮你们讲哈，因为那个轮盘在这里比较容易确定了哈。好，看一下这两张哈。看一下哈。路还没开，还没开，那我觉得应该是火星能量了哈。目前看起来，我从牌面上得到的一个非常低语式的暗示，告诉我说门还没开，路还没有开，所以比较确定应该是这个能量了哈，应该是还在宝剑十的能量正在收尾哈，所以应该就不是战车牌的能量了哈，但。它如果不是那个时间点，那就是这个区间了哈，就这半年哈，就这半年，尽量放一个比较开阔的心去想这件事啊，反正就这半年内应该就会出现了哈。那在更遥远的是圣杯1的方向感的话，水能量也没有出现哦，水能量没有出现，所以我认为啦哦，这个桥。还没开始搭，就是你跟他认识这个小孩没开始搭哈。那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说，只要他出现了，我认为他的能量的走向就是只要他出现了，他应该会有一见倾心，一看到就有非常有感觉的状况会出现。但你这边也有可能哦，你这边有可能并不是只是他那一边的单方面的喜欢哦，他这一个能量的连接，我觉得蛮强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哈，双向的。来，我帮你们看一下6张牌，来看看两个之间的能量结构是怎么发展的。好了，好。时间感跟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大概告诉你。那我们现在来翻的是，当你们遇见的时候，哈的整个能量的结构跟状况会是什么？我大致帮你们解读。我翻之前，我先跟你做一个小小的，有点像是打预防针也可以啦，你要这么形容也可以。我要先说。这两张所连接的时间感给我很重，因为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区间，就现在到明年春天初。那如果战车牌的时间点，战车牌的时间点在其他牌的解释上它是不存在的，那就表示它是一个时间区间。所以它就有可能是从现在到下一个春天这一个时间区间，你们有可能会遇到跟认识。在这个时间区间里面，那一个桥会搭起来，这个收尾会在这个时间收尾。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区间里面，
都很有可能你们会突然就出现在眼前了。因为我们今天抓这个范围，我通常都会说6个月以内是最准的，那个讯息会最准确的。那刚好它又是这个6个月里面，然后抓到一些讯息后，我觉得它也许会提早，不用到明年春天就会出现。那我现在放的这6张牌，就是来帮你确定一下有没有这个区间里面的更精致的讯息。我直接翻了，我就不一个一个打开了。Sorry， 先看这里哈。能量还没有流到你们两个之间，而且是在一个客观性的能量上的判断的哈，不是直觉性的，是从一个纵观你们两个的故事线发展的各个角度观察到你们两个之间所做的一个水能量的连接的话，目前在这个区间里面连接性比较偏弱，但是力量牌告诉一件事情是，仍然有一条不错的连接线正在帮你们两个拉扯相近了哈，但是这一个发展是比较像是告诉你有这个讯息。你们之间已经会有一个能量连接住了，你可以把它诠释成像红线的那一端了，已经连接住了。只是这个连接是否有在内缩把你们拉近，还是只是连接到，不确定。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是你们已经有连接到，有一些关系是连接到，表示说这里的故事线，两边的故事线似乎已经开始展开一些连接。桥虽然还没有主动的去搭起来，可是故事线的发展好像已经很靠近了。简单来说，也就是你们的能量可能有在开始对齐了，只是因为这2张都是有一种背离了水能量的状态，好，尤其都是逆位，而且有加强了这一份背离的感觉。本身宝剑2就有一种背离水能量非常强的一种主动性，那它又是逆位的，表示它几乎不想看到水能量的状态出现。那圣杯皇后的水能量本来是丰沛的，可是它现在是流向了别的地方。这2张的综合就是水能量目前还没有支持你们两个，跟这里一样。我们刚前面就已经有看到说水能量还没有出来，我们刚一开始就讲了，对不对？水能量还没有出来，路还没有开，表示现在你们两个在这一个时间段的连接，似乎也没有很明确的在支持。或是没有很明确的能量在告诉我说，你们会在这个区间里面提早遇到或是意外的遇见呢？目前是没有，看起来是没有。但我们还要看哦，记得还有力量牌还在哦，它没有让这个希望破灭哦，它还有一个能量还在哦，只是它只告诉你有，但它没有用，没有说应该是属于哪一个的。好，我先讲。宝剑4告诉我说，因为它在一个非常需要你开窍跟有智慧的位置，希望你理解这一个区间里不遇见，可能是设定好的。他希望你准备好，这半年可能心情各方面、个人的提升或各方面的调整，反正你这段时间你需要好好的在爱情上面休息一下。我得到的讯息是这个，那我得到另外一个连带的讯息是，这一份休息里面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可以去尽情的提升一下自己各方面的条件，也算是一种休息，但它能量跟讯息比较多，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朝向疗愈自己的方向，心灵各方面要有一个大量的充电，要再更加倍的。它现在似乎比较像是说你的电池不够大了，而不是电没充饱了。它这电池不够大的意思是说你的续航力不够，往下走的人生的憧憬、冲动、意念、行动力、
向往、野心、上进心、企图心都不够。除了不够之外，就算有能够支持你坚持下去的电池也不够大，所以他希望你这半年尽可能的让自己能够以一种自我疗愈跟自我提升的角度，让自己变得更好，来迎接，可能就是真的在迎接这个时间点，春天的时候，明年春天中的时候的那一个遇见哈。而且这个可能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段哦，你可以去想一下，没有说一定要啦，但这边是用一种智慧、非常开智慧的角度在做这一个讯息的提醒。好，我看一下，好，这边说要慢慢走了哈，这半年慢慢走哈，然后这个比较难哈，我想他在提醒你哦，在这个过程里，你可能会偶然的、会间歇的、随机的感受到以前爱情的伤痛跟伤口，它会有点瞬间的刺痛你，但是很快就会解开。那他在这个位置在讲说，你会一点一点一点的觉得没那么重要，但是这个随机的旧的过往的回忆会出现。那我必须再说一次哈，宝剑3的这个能量并不会扎得很久，这个扎心的痛苦能量都是过往的，而且一次一次一次影响你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所以在这一个位置，他其实在说，这是一份锻炼，这是一份锻炼，一次会一次更好。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负能量出现，旧的痛苦出现，旧伤口出现，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好好体验它，因为它会一次一次的削弱，它影响我们的力量，也因为它会削弱，所以我们感受到的痛苦跟深刻的印象跟回忆，能回忆的内容会越来越少。等到你逐渐淡忘跟感觉不到的时候，其实遗憾就会跑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这个之前，你要好好的每一次一次都要感受到，因为啊，当你训练了一次一次的伤痛，你的心脏会越来越强。你到某一个成熟度跟某一个端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怀念以前可以那么痛苦的时刻。虽然我不想要你们经历，但是到了某一个成熟度跟茁壮程度的时候，你会开始怀念以前能对于事情这么深刻的痛苦的自己哦。所以这一个牌，在这一个我觉得是胜利的位置，告诉你说，过往的经验跟痛苦都是很棒的锻炼。好，所以它搭配了这一个自我疗愈的提升。跟这里说要慢慢走，其实这3张牌讲一件事，就是这半年也许你遇不到他，但是这是一段非常好的觉醒路程、觉醒旅程。你可以好好的想想，你这半年能够怎么让自己更加的提升，尤其是心灵上的茁壮。好，总之时间点各方面都讲了哈，那你跟他，好，我帮你翻一下。你跟他的，帮你，因为也差不多了哈，但我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契合程度哈。先让你对明年遇到下一个，不能说明年了吧，反正就下一个春天遇到他的时候，你们的两个契合度跟各方面哈。这一题比较少讲到他是谁哈，来4张，帮你看一下，大概你们看得到。他是个非常非常内在丰富、有趣的人，但是他控制欲比较强，他个人独断思考比较强，然后，但他非常有同情心、有怜悯心哈。他不太像是他外在看起来的那么硬，个性那么硬、那么固执，他没有，他心情是这种，他有点像是刀子口豆腐心的个性哈。然后他喜欢新鲜的东西，对很多世界的东西都感到很多好奇。那从这边可以看到说，他其实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是一种领导你去开拓、见识新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引子、指路者，一个
一种导游式的吧。你跟着他，你可以更了解更丰富的世界，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哈。那他也有一个意念，他能够带你脱离现实世界的苦闷，他会进入一个更加浪漫的世界里，因为毕竟是圣杯国王做起点来去诠释这个感觉了哈。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情感上也是丰沛的哈，情感上是丰沛的。好，那再来这个位置哈。你们两个的相遇，其实你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他似乎终于心里有一些苦闷跟难处，能够有人能够听到，而且能让他内心感到一种非常高度的平衡、平静、稳定跟疗愈，都有存在。所以你不用去，所以搭配这一个哈，虽然它算是一种带领你去认识世界的，可是他心里的那一份安定跟疗愈，要从你这里身上所得到，所以你们在这个方面是互补的，各取所需的。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认识之后，应该在没多少聊天契合度上，就会感受到频率的节奏各方面都非常契合，会有一种很快就联动起来的状态啦。其实我在看这个我都觉得后面有一个好的能量要发生，只是前面时程还有点久了，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人算是你们彼此都期待已久的那一个角色出现了。然后他不算是你们两个的性格各方面不算是让你的人生突然觉得，我从来没遇过这样子的人，然后挑战一下冒险一下，不是这个概念。你们两个比较像是说我心里缺的那一块，终于有人来补了，比较像是这个概念哈。好，来，这就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跟期待哈。那希望能帮助到你哦。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哈？好，那这是今天的神谕牌哈，耶拉是北欧卢恩石的女神牌哈。那如果你要听一些解释，或是刚刚我有帮你读了它的说明书里面的一些英文字的一些翻译的话，你可以去前面选号码的地方再看一遍哈。好，去听一下，看一下就好了哈。有兴趣可以去。那它这个是丰收女神啊哈，那从字面上应该就不难理解。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5张牌哈。好，今天的5张来做一个能量基本的垫底的状况哈。好，来5张。不用了，都知道。好，5张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现在能量的状况哈。轮盘里面会大概帮你们抓到，应该是算帮我抓到一些很明确的方向了哈。好，不算，它没有动。再一次，好，应该是这个能量去看一下。在这里去，我觉得它压到2组，它在水跟火的能量融合的，算是边缘嘛，我就算边是也一点点边缘了哦。有比较强的火能量，然后水能量也到了大概7圣杯7的附近。不过好事是它是节制牌。能量在做发威，节制牌在做发威，然后也有一些死神牌在做发威，所以从这里我从火能量做出发的话，你们基本上相遇的时间应该不远了，但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是，你们可能第一次初次见面的时候会没有连接起来，或是很有可能你们在第一次要见面的时候，距离算最近的，可是可能没有真的遇到。我只能从这边看到说，他有一个，虽然我一直都有看到节制牌跟死神牌所带来的能量，可是我一直觉得那个翻转性不够强。他有一种
好像需要另外的能量才能够让你们两个连接起来。那这两个能量都比较像是帮你们创造了你们两个最靠近的那一个距离跟那个时间点。但是我感受到在你们两个非常靠近的时候，却没有一个能量的重叠性跟连接度这么强的讯息出来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圣杯七的能量哈，有一些东西是灰飞烟灭的，或者有一些东西是虚无缥缈的讯息比较强，泡影哦，幻觉的讯息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第一次最靠近的时候有可能会错过，但是这是有可能哦，这边还没有翻到。不过我们往好的点来说哈，你们两个如果这一次是没有错过的，是第一次就遇到的话，你们两个会立刻会有一种很强的情愫都会起来，因为它有火能量很强，有火8、火9的能量有出来。虽然火9算是一种比较，我们先不看它负面的能量，我们先看它所带来的火能量。我觉得你们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应该就会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互相的吸引力会有产生比较好的一种连接。但是我觉得它圣杯七的状态，它有可能是发生在你们后来在比较了解的时候，会发现跟你们第一次认识的对方会有一点点落差跟差距啦，有差距。好，但是好事在于，它节制牌在这边的能量也蛮大的，所以你们能够慢慢的调整到适合你们往下发展的路径。好，简单来说，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他差不多就要告白了，差不多就有那个很强的情愫出来，就是看要不要试着交往了。好，好，我们接下来翻后面的讯息。好，离你们相遇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离你们相遇还有一段时间。虽然火能量在这里来说很强，但是它比较像是说，你看到一颗陨石从天上往下坠，你已经看到它了，但它落到地面上还有一段距离，差不多是这样子哈。那尤其这里宝剑6也说了，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一段距离，你们两个之间还有一个空间需要移动，所以我不觉得应该是近期会出现啦。回到这里，刚刚讲说你们一遇到说就会有一种他可能立刻就会想告白了的讯息，可是离那一件事情还有一段距离哈。然后圣杯骑士也是逆位的牌，表示他现在还没有直冲往你这边走来，好，还在绕路。还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出现，3张牌都讲了空间上还有一段距离，同时出现一起讲哦，所以不过我这边要说一件事，它这里比较多的比例上，虽然也有讲时间还有点距离，但是它大部分讲的是空间上还有一段距离，差别在哪里？怕你听不懂，差别在哪里？就是它可能只是现在站在的位置比你远一点，不同城市、不同国家，哦，比较远一点。但是遇见的时间可能没有这么远，可能还要个1、2个月，或者还要几周就有了。好，好，这里给的讯息非常简洁明确，没有什么特别吊诡的位置。没关系，我再看一下哈。因为讯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帮你看一下这个好了。宝剑6的位置，再看你们两个现在的能量结构的状态。我来帮你翻3张来做一个更精致的解释，看看好了。我觉得这样问不对，我觉得问一下所谓的时间上来说，大概还有多久好的啦？这个对我们来讲比较有具体的方向感。问时间哦，2张，我洗完抽头尾哦。好，2张牌都讲的是明年春天的双鱼跟牡羊交界的那一个范围里。好，因为看的时间都不一定啦，所以我讲明年有点就是会有点错啦。我只能说，
就是下一个双鱼跟牡羊交界的范围里，它会出现，你们会遇到。好，要等一下，距离还算是这样哦。好，这是一个讯息而已哦，但它不是100%的讯息，只是翻到2张牌都讲那个范围里，就变成说这个讯息比较强，它比较强哈。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大概有6-7成是这样啦，但是还是有3成的机会，它有可能会在别的支线出现哈。要让我们看牌要比较不要被讯息完全 hook 住，你还是要给自己一些比较有弹性的空间，甚至保持着高度的怀疑，好，你心里才会比较开放啊哈。那它讯息只是让你有一些向往跟比较乐观的期待。好，我怕影响太多了，但是讯息就是这样哈。我可以跟你说，就是大概2张牌都讲的是春天或反正大一点就是双鱼跟牡羊交界的这一段了。好，来，那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我看到了一些讯息了哈，在你们两个之间，如果你们两个之间是隔着一个海洋，在这个海洋的最底下出现了这个死神牌的讯息，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是说，你们两个的故事线应该是都有你们人生正要有的大转变跟大方向、大决定还没有出现，出现之后，你们两个的故事线才会开始比较对齐，或是往能交界的方向走去。怎么说？就是说现在你们两个的故事线是这样走，不一定是平行，也许是这样走，但是会到某一个端点，两个人都会到某个端点的时候，需要有一点决定，或是发生一件事情逼你们转向，转向之后，你们就会这样子遇见了。或是转向之后会变成对齐。好，这个声音跟讯息非常小，非常微弱，但是被翻出来在很底下。它为什么要在很底下很微弱？因为似乎那一个让你们有大事件转弯的那一个，有大决定，好像就这个，应该就说在。我们先抓一个距离啦，就是以现在来说，到下一个春天前的这段时间，应该会有一个事情、事件、人事，我不知道，它会让你们有一个大转变，或帮你们路径会改变。那这一个，我认为两个都有，然后会开始让你们有往会交界的地方会有对齐的方向，这样子。所以回到我刚一开始说，你们两个的故事线都还在发展出这一个事情。好，所以也就是说，在你们遇见前这个对戏，可以先好好的去体会一下，或是好好的在自己的人生上面、感情以外的自己人生上面做一些比较专注，做一些发展，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哈。你甚至可以先觉得说没关系，反正爱情还没那么快要来，我先做一些自我的补充。但是他这里也有一个启发跟一个方向感，是说对爱情跟这方面也不要放得这么强的得失心，先着重在自我身上，自然而然的。我们刚说的6-7成以外的30%的可能性，另外的爱情线也有可能会在那个时候会出来。我们常常看牌，你会发现每次看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爱情线会出现，它通常是在捕捉离你最近的，跟你能够发生爱情可能性较高的能量就在附近，然后还有那个故事线，但是通常都还是有一些空间，比如说20-30%的范围，会有别的故事线或是别的爱情能量会进来，会跟你相遇，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种非常罕见的巧遇，非常罕见的邂逅，一触即发的状态也会有出来。那今天这张牌在告诉你说，给你一个方向感是，如果确定明年这一个双鱼牡羊交界的地方，你会遇到这一个人。那你今天看牌是暑假，那你表示还有好几个月，你可以专注在自己身上。当你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个人的魅力、结构、体质、吸引力也都有上扬，上的时候就不乏有可能会吸引到别的好的能量进来，是这样哦。我所谓的开阔跟更有弹性的空间是这个道理哦。那加上这里是。其实我是看到这牌之后，看到这张牌，然后知道它的方向是要这样讲了。国王权杖这一个非常强的火能量，在拉着你往前走，
也就是说，从今天你看到这张牌开始之后，你内心会慢慢的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生命力。他希望你发展出这个生命力，或是他希望你顺着这一个有新的生命力的火焰，去提升你自己，让自己对于一些新的事物、新的挑战、新的课程、新的演讲、新的别的，反正你想要做任何新的东西的话，现在有这个火能量支撑你，你可以勇敢的去挑战，做一个自我的提升跟自我的实现，新的实现这样子。可以去试看看，在这半年里，好的能量在支配。他这边做一个提示了，你应该会做得蛮好的。先不管爱情的话，你这个个人的提升也是能对于你的吸引力跟魅力跟吸引到好的能量都有非常明确的帮助。这2张牌给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啦。今天这组第3组牌讯息都非常，对我来说叫单调，可是也算是非常明确，它没有非常多的杂讯出来哈。好，来，我再帮你，翻一个很特别的讯息，我帮你翻一下，这个人是否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他会不会有提早出现？不过我先跟你说，我觉得他蛮吻合这3张牌给的距离，也蛮吻合这个事件。可是他还是会有一种很罕见的角度，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会，他的事件会不会提早出现？我帮你看一下啦。好，3张来确定这个题目。都逆位哈，不会。我先不解释，我直接直觉看这张，我觉得不会。好，来解释一下哈。说时间上来说，以时间感来说，短期内不会逆位的审判牌，短期内不会哦。以方向感来说，逆位的权杖2，好，没有那个方向，哈。来，以作为你拥有主导性，你能够控制你的意念，能够改变这个时辰，能改变这个能量的发展，你的意念来说逆位，表示没有作用。好，我们这个期待没有效果，这个提问没有效果，没有答案，有答案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好，所以它不会提早出来。它还是需要一种，它这里3张已经解释，它还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因为前面这个很明确，它是需要一个距离，它是需要一个空间，它还在走，他就告诉你说有距离，不管是时间空间上都是有距离。那这里告诉你说，小小的告诉你，这里的解答就是事情还没有发展完，2条线事情都还没有发展完，所以它还是有这个距离。那这张牌告诉你说，虽然有火能量，但是是给你的啦，去这段时间先去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啦哈。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组牌的契合度非常高，对我来说没什么悬念啦。我另外再翻答案也是这样子。好，来，那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往你们2个的未来性去翻哈。所谓你们2个的未来性，就是说，当你们在这一个下一个春天，下一个双鱼母羊交界的时候，你们俩的性格上的搭配是如何哈？帮你翻一下，或是他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个帮你看哈。这个就没有正逆位啊，因为我是看能量的。它是一个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如沐春风，有点温暖哈。他是一个很扎实、生活很稳定、很规矩的人。他喜欢每一件事情都好好的把它做完哈。他不是虎头蛇尾的人哈，他不是虎头蛇尾。他工作上也算是蛮有表现的，而且蛮多人都很期待他的表现，而且蛮多人都向他学习的。他算是很多人的榜样，跟他也有一个很强的领导气质啦。但是他主要还是一个，他有非常让人充满信任的感觉。他非常让人充满信任的感觉，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所以你应该会觉得认识他之后，你会觉得你会瞬间感受到他的安全感跟稳定性。但是从这个角度看起来，他会有一个缺陷，就是他看起来会有一点小冷漠，主要是因为他对于水能量各方面的表达速度跟，反正他不善于表达情绪化的东西，不太能够具体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内在的喜怒哀乐没有太多的词语用词能够诠释，它不算是能够用很强的浪漫词汇去诠释浪漫，
他没有那么多，他是一个比较务实扎实的人啊。那这个就是他的比较多的缺点，但是相反的，他的情绪上的稳定性也是非常够的哈。那在于你们两个，我觉得以这2张牌所给的一个目标，我给的提问是为何要让你们相遇？也就是说，他能够稳定你的情绪，他能够教会你什么叫做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跟情绪的调整，他能够让你看到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但有点极端稳定。我觉得他是有点极端稳定，但在这个方面来说，从这边映射到你们两个的这方面的互补，他会想理解你的丰沛的情绪，因为你的丰沛的情绪在很多方面是对他来讲是新的画面，譬如说看影集、看电影的反应是他自己可能没有的，那他会认真的观察，但相反的，你也能够观察到他在对于任何需要高度情绪的状态里，他还是能够保持稳定的时候，你们俩会做一种互相学习，不能说是互相补充或是互相互补，不是这个状态，是互相学习、互相理解。那他可能会做一个调和，让你们达到一种更加平稳，也拥有浪漫情绪，也拥有稳定情绪的一种状态。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温水、热水加冷水的那种，尽量调和成一种温的感觉相处啦。如果你要那种情绪澎湃炙热的爱的话，在这个人上可能没办法那么快的表现，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调配出他内在的水能量。慢慢的类似你，没办法成为你那么丰沛但是只能类似你好，在这个部分，你看这里水能量就有到1，所以它内在那个水能量激发起来真的比较慢啦。这边说你们两个相处之后，如果相处比较久的时候，你会遇到非常多的事件，那每一个事件里面能够更多全方位、更多方面的去认识彼此的内在的思维啦。我觉得这也是废话，当然是很多事情。可是他这里，如果他这里再加强这件事情的话，我在想啦，你们可能会在一个比较不同的性格跟人格上面做一个认识。虽然两个感情上好像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触即发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两个能量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蛮喜欢对方的感觉，因为他的喜欢的点在于。这个人跟自己截然不同，而产生的好奇心跟喜欢的能量。那你们后来相处之后，会发现比截然不同来说，更加的完全不同。所以你们需要很多的事件跟讨论，跟别的事情相处之后，才发现对方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原来是自己需要的，原来是自己渴望的，原来是自己也会喜欢的。所以你们前期了解彼此的时间，可能我觉得会比较长，但是也因为这份关系刚好搭配了你们的成熟度，我觉得这组应该是都算蛮成熟的，所以你们有耐心，加上有好奇心，然后开始比较了解彼此内在的，更深了解彼此内在的水能量、情感能量之后，你们的连接就会更深了。初期比较多的是了解彼此的性格、个性、处理方式、世界观，面对各种事物的反应，前期会比较多的这个探索，大概1年多吧，1年多吧。因为什么说1年多？因为通常我觉得，如果以这种能量来做初期认识，不是一触即发的话，为什么说1年？因为它需要经过1年4季，4季每个人的情绪跟事件都会不同，4季3节各种节日。整个世界的变化，有跨年，有过年，有暑假，有冬天，有圣诞节，各种节日会有各种变化，各种情绪，会有不同时间点的朋友会出现，然后工作也会有各种的情况，所以1年4季一轮下来，你们会经历一套性格，那1年之后才会真的比较能够下出结论。我觉得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比较稳定，至少各方面你们都看到了。然后1年之后才会进入比较多的水能量出来的时候，才会那种伙伴的感觉、认同感，我们是一国的那个感觉才会更加的稳定。这组会特别明显，给你一个方向感。那就这样，这3号牌的朋友，你期待一下希望对你一些里面的讯息对你有帮助那就谢谢你来听祝福你。